欢迎玩新闻大白话，我是罗王哲。再看到是现在没有人敢惹川普了吗？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当选总统也逃不过，现在美国最高法院5-4裁定川普的封口费案呢判如期举行。那现在呢，这个封口费案呢判有罪，但是无条件释放，所以你判他有罪也没有意义嘛，所以等于也是无条件释放了。法官还怎么说？祝你第二任期一帆风顺。哇，天哪，这个是让大家有点笑出来哈。所以你看，还祝他第二执政一帆风顺。那重刑但无条件开释。川普呢在写下多项美国的历史这怎么说？他说，即将就任美国总统的川普今天因为封口费案判决成为首位带着重罪身份将宣誓就职的美国三军统帅。这项被视为是有政治象征性，但无条件开释这样的判决再度写下美国的历史。所以有些美国人也觉得这个怪怪的。那现在呢，不止川普没人敢惹，连马斯克现在也很嚣张现在欧洲也很着急了，因为马斯克呢专访德国极右派的党魁互相拉抬，在遭质疑介入人家选举这个是马斯克在自家的社群媒体的平台 X 跟德国呢另类选择党魁的这个韦德尔对谈。那在距离德国大选呢仅仅只有6周之际再度呢试探介入外国选举的界限。那马斯克呢之前称这次采访会让德国的当权派俩公会抓狂，似乎觉得这次介入政治引发人家轰动为热。那所以呢，现在引发大家不满，有些德国民众非常不满呼吁欧盟应该用所有法律手段来约束马斯克。那你介入欧洲政治之后呢，传出英国政府也要追踪马斯克的推文，还会担心助长街头暴力这个是英国的小报《镜报》独家报道说，有这个官方人士的说法，英国内政部近几周加强监看马斯克的贴文，来评估英国可能面临到的极端主义威胁，包括了街头暴动。那现在传出了 FT， 因为 FT 传马斯克大选要拉下英国首相要拱右翼上台，有没有这样的情形？这样也引发大家讨论，甚至现在欧盟监管机构认真审视这个马斯克跟他的这个推文的平台。那现在有传出说，这个如果欧盟的调查人员发现马斯克跟 X 有操纵该网站的演算法来影响选民，那马斯克呢跟这个平台可能会面临到处罚。那我们来看到，现在包括美国媒体都直接讲，马斯克任命自己是世界之王。那甚至有欧洲的评论也写了，这个必须勇敢的面对马斯克跟祖克伯。那就有欧洲人对 X 跟 Meta 的老板的意识形态攻击感到困惑，担心会得罪川普，但他们错了，这是到了坚定的时刻。那耶鲁大学的这位教授就指出说，这个马斯克就像一把刀一样，刀可以来切割掉你的晚餐食物，也可以来谋杀某人。所以看出来这个马斯克现在欧洲也引发非常大的讨论。那对于这样的情况看，川普跟马斯克都非常的 crazy。那 crazy 之后呢，会逼着英国的盟友开始转向了。英国的这个财政的财政部呢，已经要访问北京跟上海，要重启英国跟中国的经济财经对话。根据了解这个英国的财政部已经向媒体释出讯息财政的大臣呢现在已经前往中国，在11号跟12号分别现身北京跟上海。那在北京的时候呢，会见中国的副总理，国务院的副总理。那现在呢，这个里夫斯呢也正逢在英国国内面临到经济动荡的时候，也引发讨论。那英国的财相就说了，他不跟中国打交道，绝非英国政府的选项。言下之意呢，是必须要跟中国政府打交道的。现在传出说，他也计划恢复两国之间的金融的对话。那每一年一次的双边对话机制呢，在2019年因为新冠病毒的大流行而中断，那一直没有办法恢复。那现在呢，看起来有望恢复了。那里夫斯呢，现在也在《泰晤士报》发表了署名文章，他说选择不跟中国打交道根本不是选项，就是他必须要跟中国打交道。那开头就强调振兴经济是首要任务，但必须要顾及国安，两者其实并没有矛盾，也没有冲突。那中国是全球第2大的经济体，英国呢是要发展经济的，不可能排除中国。英国对中国的出口大约创造了50万个职缺那中国也是英国第4个大贸易伙伴，第4大的贸易伙伴，所以看得出来两国的贸易关系呢非常紧密。先请教彬哥，彬哥怎么看？真的是没人敢惹川普吗？也不是没人敢惹因为
其实理由很简单，美国的司法本来就不是完全公正，特别是美国的法官的自由心证裁量权非常大。是，他一旦觉得这个东西不可以做，就不可以做；大家觉得要做就要做。那我们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判了40多项罪名都成立？对，那为什么还可以把他放出来让他爬照？对，理由很简单啊。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法官裁定说这40多项罪名成立，全部要执行，现在把他关起来？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大概就美国立刻大暴动，是，就摆明了就是这样嘛。那为了整个社会的和谐，为了美国不要出现内乱甚至内战，其实大家忘了吗？之前川普还在竞选的时候，很多人在讲，如果川普落败，美国可能会陷入内战状态。当时很多人是这么忧心的，是因为他的很多支持者都是非常狂热，对，那他自己本人也是一个非常狂热的人，所以在这种状态下。为了整个社会的和谐，所以司法就屈服了，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司法是独立的吗？在全世界恐怕都不见得是。但台湾我们现在看的画面就是今天下午是自由广场的大游行。台湾为什么这么多人要走出来？其实也是很多人认为司法不是独立的，司法根本就不公平啊。所以我必须说，司法公平只存在理想当中，在现实社会里头，常常司法都是不公平。是，这是人类的悲哀，我们可能永远没有办法克服这一点。那美国就做了一个明证给你看。那至于说马斯克呢？马斯克他以前还不是政府官员，还没有获得川普信任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个野马，谁也控不住他。他高兴讲什么就讲什么，高兴弄什么就弄什么。他现在他深获川普信任，两个人变成buddy，然后又被任命为效率部部长，更嚣张了。理论上来说，你应该要节制，因为你现在已经是政府官员了。可是实际上他才不管那么多嘞，对不对？我管什么？他世界首富，然后又是川普最信任的人，所以我高兴干嘛就干嘛。所以他最近这一阵子是大展拳脚。他不是只有在英国搞这一套，他在全世界都在搞这一套。是。那请问一下，你能拿他怎么办？其实说真的，英国说啊，我密切监视他，我不排除到时候他如果有这种逾越分际的举动，甚至用网站来操纵民调或是民意的话，我就要重罚他。你觉得他会怕吗？他根本不会怕，根本不会怕，他比你有钱啊！人家都要上太空了。是啊，是，所以这个不是个办法啦。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位耶鲁大学的管理学教授，其实他讲的是个事实。也就是现在全世界面对川普旋风，你大概只有2种方式，一个是什么？一个就是屈服，对，就是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臣服他，对，只能这样。那另外一种是什么？就是要跟他对抗。是你反正总有一天会跟川普翻脸，那你为什么不现在就翻脸？势必一战，就是这样子啊，因为你不可能，因为川普的个性大家也都知道，你退是吧？你退我就继续拿，他不会跟你客气啊。对，我没有在跟你客气啊，刚好而已啊，反正你要退啊。所以你看杜鲁道被羞辱成这个样子，是对，羞辱到后来，杜鲁道一直到他下台了，他才敢呛虾。请问一下，呛虾有什么用？根本没用，你已经下台了，你什么也不是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欧洲的国家都必须，整个欧盟都必须面临抉择：你们到底是要对川普不断的忍让、退缩，任他予取予求呢，还是你要跟他硬干上？那如果你要选择屈辱的话，那就是躺平嘛，随便川普拿。但如果你不选择屈辱的话，那要想办法结盟就非常重要。所以对很多欧洲国家来说，现在中国跟川普还没有当选之前的中国，恐怕对他们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是每一个国家都有各自的盘算。好，请教杨老师怎么看呢？大家大概有点忘记这个封口费哈，这个是川普第一任的时候，那是2018年他选举，然后2016、17的时候呢，他其实老早在2006就跟一个这个成人电影的女星哈，叫做暴风女，是Stormy Daniels 这个丹尼尔斯啊，暴风女，那2个人就是有婚外情。2006年陆续都有一些这个报道哈，那但是2016年的时候，川普的律师叫科恩，就付了13万美元给这位暴风女，说你就不要讲话，因为他老板现在要选美国总统了，他就签了之后呢，后来被媒体报道出来，那报道出来之后呢，这个科恩开始就不断的在编谎言。那开始的时候，川普跟他的团队也在编谎言。是科恩刚才说，这个钱是我自己付的，然后后来又说这个是川普的，现在重点来了，他的募款选举经费里面支付的。那
川普刚才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我也没有婚外情，我也没有付任何的钱。后来他的团队承认这个钱有给这个律师，但只是给他律师费，不是什么这个遮羞或者是封口费。是，但这个就整个你变成伪造文书，而且有一点说谎。那因此呢，那这个律师也违反他自己本身的职业的相关的规定。他在2018年就被判刑了3年呢，真的被判刑。然后呢，也失去律师的资格。出来之后，他写书，写书之后，这个事情当然越闹越大，越闹越大。然后呢，他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还作证，他当然就跟川普完全翻脸了。那因此，这个事情才会在川普34项的罪行当中，里面的4项是刑事唯一被判有罪的。那本来应该11月26号，这纽约州的最高法院说那个时候要判刑，但是之后他也说可能会无限期的延期，因为相关的一直到最高法院认为这个案子其实在之前就可以处理掉，不需要到这么高的层级来。但是呢，你等于浪费司法资源。那因此，同时最后他还是决定判决，因为川普当选了。他当选了，为什么？他要在你法律上留下你已经是犯罪的记录，虽然没有需要任何的执行，unconditional discharge， 也就是毫无条件的释放你。那基本上就是给你盖个这个什么，盖个印章，但是呢，你可以拍拍照，所以川普就很生气说这个事情他觉得他一定无罪但是从头到尾大家都知道这整个过程，所以你就觉得换言之法官还是觉得说，虽然你现在是选上总统，这些罪行可能没有办法去把你关起来，但是呢，我要在你的这个整个人生跟司法的记录上留下一个记录，你真的犯罪了，而且你的律师跟你之间讲不清楚的，要遮掩你过去的婚外情的这个作为，大家都记得。好，各位观众看到下面的一个画面就是现场的这个大游行定勾机的画面。那现场看起来，自由广场呢已经非常多的这些朋友来到了现场，不管是民众党还是国民党的支持者呢，其实都在下面其实都在为了这个司法正义上街游行。那我们现在司法正义其实也不止台湾要捍卫你看美国这样的情况，川普还可以这样子外面爬照，这个请教厉将军你怎么看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法官送给川普一个礼物了，他就是礼物就是在他头上盖个章，说你是重刑犯但你当然不会去执行，可是问题是说你川普从此以后人生就留下污点，甚至最严重的，我觉得以后有没有影响？当然有影响，是对，包括美国或者其他盟国来讲的话。留给大家说嘴的一个话题了。茶余饭后，美国总统是一个重刑犯，美国总统付人家封口费美国总统在外面这个做了什么样的坏事被法院所认证，那以后你这个当然了。大家撼动不了他的这种总统的地位对。可是来讲的话，你最起码在其他国家里面会变成人家聊天的一个话题，被调侃的一个方向对，那现在来讲，你看这个川普嚣张到什么程度，甚至于马斯克都很嚣张，他要去干涉欧洲，包括英国、德国这些国家的内政，甚至于要干涉人家选举。大家不要看，我觉得这就标准叫什么？其实这些国家拿马斯克一点办法都没有，他不是公职啊，我只是一个平常老百姓，我爱讲什么话讲什么话。布林肯也这样讲说他只是一个，他有他的言论自由，可是问题是说你就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他有影响力是哪2点有影响力？他住在海湖山庄，对不对？他可以直接跟川普面对面谈，这是实质有影响力就是那第二个影响力，他就是有 X 平台，他有发言的这种管道，所以有没有影响力？真的有影响力。可是你拿他有没有办法？拿他没有办法，你也不能去制裁他。但是我形容这种事情叫什么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川普来讲叫放狗咬人，我让这个马斯克出去到处乱咬，对你欧洲这些国家我给你乱咬。第二个来讲的话，我们看出来川普有一种心态，趁你病要你命，就是你这个英国跟德国、欧洲现在为什么那么虚弱？我们不可讳言，就是一场俄乌战争打的嘛，打得通膨这个事情。然后英国来讲，本来首相是保守党的这个现在来讲，这个也保守党也下来了，换工党上台，对不对？然后这个德国的总统总理肖兹也面临着即将开始的大选，然后正在地位岌岌可危的时候。
这时候放马斯克出来放这些话，就很明显的就是放狗咬人，趁你病要你命。然后这个时候我来操纵整个全世界。那第一个他要修理的就是欧洲哦，让你欧洲乖乖臣服。这个以后来讲的话，你甚至于如果有机会的话，他扶持支持他的极右派的政党啊。那欧洲现在会变成这样，当然不可讳言，就是因为为什么会极右派来讲开始抬头，也就是一场俄乌战争打的结果嘛。当然通膨事情，民怨哀哀叫，对不对？国家这个平常讲蛮贫弱的。可是我特别要讲哈，你今天你川普对这些欧洲这些羸弱的国家有用，你敢不敢去修理中国？我跟你讲，他不敢修理中国，他大概就是欺善怕恶啦，对不对？对于这个巴拿马运河啦，这个欧洲啦、格陵兰啦，这些国家来讲，他敢去欺负他们，很明显欺负人家。可是我觉得你碰到硬的硬骨头来讲的话，你就不敢动。中国他大概不敢这么嚣张去对付中国，因为马斯克的超级工厂在上海。是，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再来看到美国现在是不是真的危险哦？因为现在呢，就业数据导致降息哦。那现在呢，憧憬大幅下降降温。美国的股市指数全面收黑道琼重挫了696点。那强劲的就业报告指出说，抑制了华尔街对联准会今年进一步的降息预期哦。美股主要的指数呢，几乎都是收盘静默。道琼工业指数更是重跌的696点。那一周来看呢，其实标普本周下跌了1.9%，那纳斯达克呢指数也周降了2.3%，道琼呢是几乎本周下跌了将近1.9%。那是不是美股崩盘将至啊？传奇投资人示警哦，泡沫快破了，呼吁提前做好准备哦。这个是美国传奇的投资人呢。这位先生呢，他怎么说？他说近日再度示警美国的股市太贵了，股市泡沫和经济衰退可能会到来，呼吁投资人的股市灾难性下跌要做好准备。那美国银行怎么说呢？说美银说美股呢主要风险是在美债的殖利率上升因为美银的分析师认为美债的殖利率上升是美股的主要风险，将重伤的中小型的股。那同时呢，也在短期内为美元提供支撑。那美债狂跌，殖利该抄底了吗？现在专家喊出殖利率5% 是个好买点结果遭到狂酸，说之后变6%的大礼因为根据报道显示10年期的美国殖利率在8号一度触及到 4.73%。那许多专家呢预测可能会冲破5的关卡。他们认为如果10年期的美债殖利率真的到达 5%， 将会吸引投资者买入时机。那许多人就赶快狂酸了，说之后新闻也会说是美债6%是个好买点吗？上个说大礼已经赔了1000万了。那现在呢，送分题变成送命题，过一阵子会不会变成6%大礼？那现在呢，很多人怕爆那现在还有人说这个低点还没有到，下一篇会写什么？20%是大礼，所以很多网友也开始在嘲讽这样的情形。那再看到我们看到拜登的最后疯狂到底是怎么样的？你看拜登卸任前还在打瞌睡吗？卡特国葬结果他第一页低头闭眼的画面现在也曝光了。现在人家在举行国葬，结果呢，你又感觉到好像在闭眼低头打瞌睡的样子。那网友就开酸啦，为什么会说又睡着呢？因为拜登睡觉也不止第一次了所以现在也被画面呢也被网友哭手大家都张开眼睛，就你拜登把眼睛闭起来，是不是打瞌睡？那拜登抗中的最后一集呢，传出说晶片禁令将扩至16奈米。那业界警告，这样你可能会反自伤。那拜登卸任前最快10号就会宣布包括了布拉高已经对中的 AI 等等先进的晶片的出口限制措施。那业界不显传出说美方会把这个制程技术管制范围扩大，从现行的7奈米先进制程延伸到16奈米的成熟制程那美国科技的行业贸易团体警告，这些限制措施可能会危及美国在 AI 领域的领导地位，威胁到美国经济。因为像大家就说，连辉达都出来讲话说会伤害经济，导致美国退步这个辉达怎么说呢？辉达的这个发表这个声明副总裁发表声明说，我们鼓励拜登总统不要赶在
川普即将上任前制定一项只会伤害美国经济、导致美国退步，甚至会有利美国对手的政策。所以，像连很多美国企业都反对这样的情形那现在看得出来中美之间的一些较量现在呢，川普承诺给真相，那美国多个地点出现了无人机群这个无人机群到底在哪里呢？现在包括了美国多个州在近期军事基地上出现了神秘的无人机群，包括了纽泽西，包括了纽约，包括了马里兰，包括了加州以及康乃狄克州，还有宾州，超过50架。那川普是怎么说呢？川普说 FAA 不想谈这件事，因为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我们不希望这是敌人，那希望能够找到答案。难道是想塑造中国威胁论嘛？因为答案讲的这个混沌不明，是不是引发要猜测呢？那现在是不是又要剑指中国了？美军的第7舰队引进了 AI 无人机在今年夏天之前要形成新战力这样预计要投入10亿美元的复制者计划要制造数以千计在空中、海上以及陆地的无人机，预计在今年8月前要建立这支无人部队。那美国第7舰队的司令怎么讲呢？他说，他也期待包括搭载先进的 F-35C 的逆中的战机这个华盛顿还有这个航舰华盛顿号的合作在内呢，还有日本加贺号能够和美军海军更进一步的一个作战。那现在呢，美国最强的驱逐舰现身这个呢是朱姆沃尔特驱逐舰改装，它拆了2件炮，装了12高音速导弹垂发看出来看起来美国准备好了吗？那现在呢，有美国媒体报道说，现在海军呢提出了30年的造舰计划，准备花1.2亿美元大规模的增加主力战舰的群的规模。那有中国大陆的专家军事分析说，即便美国的海军争取更多项的这个造船的预算但恐怕也无法逆转现阶段面临到的劳动力短缺，还有成本超支的困境。先请教彬哥，彬哥怎么看现在这个美国现在是不是真的危险？看美国经济好像看起来不太乐观。因为现在美国就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是，那你不确定性，市场投资信心不足，那股市的表现当然不容易好。那台湾的股市又跟美国联动，所以台湾这一阵子股市表现也不好，所以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状况。我觉得这个动荡的状况大概要一直等到川普上任之后，他的一些重大政策宣布之后，大概股市才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走向。是，那在此之前，大概就是一直动荡不安的现象。所以这个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大家都在观望，不知道川普到底要做些什么东西。那拜登，我觉得他现在打瞌睡，你还照他干嘛啦？人家都要卸任了，可不可以放过他？睡成这个样子，他现在其实就是个老先生了，就让他休息吧，是，对不对？就这样，我觉得再去嘲笑他也没什么太大意义了。那重点就是，拜登不应该做的是什么？在你即将卸任才剩几天的时候，你不应该再决定重大政策，是，除非会危及国家有立即性的危及国家安全的东西，不然的话，你就是个看守的状态，你不应该再做任何重大政策。而且你做这个政策根本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你去限制这个成熟制程干嘛？成熟制程中国大陆自己也会做，你限制它干什么？是，你限制它，你会造成什么？你知道吗？造成你在等于是把这一块市场拱手让给中国大陆，然后反而让你的厂商没有钱赚。这个就是一个很奇怪的逻辑，我不知道他现在搬这个到底什么意义。你说7奈米以下中国大陆不会做的，你去限制输出技术给他，或限制晶片给他，还有点道理。你限制16奈米干什么？我不知道，这有点问题，还是他跟厂商有仇，是要趁机报仇，是这样吗？但是我觉得这些政策可能在未来川普上来之后都会改变，所以不用太紧张，因为川普现在是萧规曹不随的，就是你规划什么我就帮你打破什么。那导致呢，川普在第一任的时候就已经讲过，包括外星人，包括希特勒，包括那个甘乃迪谋杀案这些档案，他都要公布。是，他有没有公布呢？他确实有公布一些，所以他第一任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外星人的相关的这些档案已经出来，但是还不够多。那这一任他又说他要公布，尤其是最近这一个不明光点的事情，已经困扰美国人很久很长一段时间。这是外星人吗？不知道，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也是希望他赶快公布，让大家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是，好，请教杨老师怎么看呢？高盛最近提出来针对美国股市他说有3个灰犀牛。第一个就是整个2024年美国股市其实已经涨了2%。是。那第二个，他们认为美国的这个股市的市值过高。第3个呢，他认为这整个就是市场的集中度太高。这讲起来3个都不太好啊。
那就面临到什么？开始在做调整。因此，当你这个美债的殖利率开始升高的时候，那当然就转向一个比较稳定的去转这个资金的转到那边去。所以呢，股市当然就会下跌。但这会是短期还是长期哈？美国在12月份的消费信心指数其实是下跌，我们台湾的这个经理人采购指数，我们叫 PMI 哦，也下跌。意思就是说，大家其实短单、急单多，但是长单比较少，库存也开始在减少。什么意思呢？往前看不确定、不明朗，因为不知道川普上来这个关税战会打成什么样的程度。本来我们看到《华盛顿邮报》说，他可能只会专注在一些关键产业，结果川普自己出来说那是假新闻，所以 CNN 就说川普甚至可能会宣布紧急经济戒严，来去实施全面性的关税战。这个川普到现在没回应，所以我们就不知道。因此这些事情不断在造成就是川普的关税战，从中国到墨西哥到加拿大到所有美国的贸易顺差国，甚至中国供应链的入金国，这里面包含像是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墨西哥这些国家，统统都是关税战的目标。你就整个通膨起来嘛，是，然后贸易就会移转嘛，短期一定是这样子。你希望供应链人进来，不会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个就接下来我觉得很快的3个月之内，你会看到很多这方面在这个就是金融上、股市上这个震动。拜登为什么走之前还要对这个成熟制程的16奈米这样子施加就是 AI 晶片的这种限制？所以 NVIDIA 就出来强力反对。对，因为 ASML 就出来说嘛，中国大陆在成熟晶片上面已经完全自给自足了，它甚至可以到5奈米、3奈米，只不过是良率还有问题。而那 ASML 在过去2023年的时候，它有47%的市场在中国大陆，到24年的时候只有2%。也就大陆自己做了，连这个曝光机的机器都可以自己做，成熟的层面。那现在也就是说，拜登你去进，其实你更是进一步的帮助，这个中国大陆的必须要走自己的路，就拜振华了。是。那因此呢 ，NVIDIA 就会失去它的市场，你当然你的市值就会减少，你的研发减少，你对美国就会减少，中美两国各走各的路，将来就真的就要形成一个叫做2个半球化了。是，好，请教李将军怎么看呢？这个朱姆瓦特这一艘驱逐舰真是美国的笑话。为什么讲它笑话？你看前面的2个就是它的炮塔那它炮塔怎么做成这个样子？它这个盖子了，它里面是一门炮它你看现在现代化的军舰。各个国家只有美国还在弄那么大的舰炮，它这155公里很大算是很大。一般来讲的话，舰炮大概现在就7-6公里左右。是，它不但很大，还做了2门。你知道一发炮弹多少钱？一发多少钱？一发100万美金。炮弹一发100万美金，一发就100万的。但是它射程可以打100公里那么远。那我试问你，好像很威武。可是问题现在海战，谁还在用舰炮打？用飞弹打啦，是，就用舰炮怎么可能你去打？他那时候是想说，我要登陆作战来讲的话，我对实施暗轰但后来我发现这个东西已经过时的武器，居然没有，就像你现在去做主力战舰，你做再大的炮都没有用嘛，所以他就这个知错能改，把它改为垂发系统。但是12具垂发听起来很吓人，但是055是112具垂发，那为什么这个他只能改12具啊？也很有意思，因为他要做成隐身式的战舰。你看前面那个炮塔，它做这个盖子就是为了防止它的这个这个角度来讲，不要被雷达侦测到，是，所以它做一个盖子把它盖住。那整个船体来讲，它为了隐身的效果，所以做成很流线型、很科幻的形状但是也相对它牺牲掉很多空间，1万多吨的船，但你会不会觉得很好笑？是这个连52D 都可以放64发垂发，但它后面有垂发啦，只是前面这边只是增加12个垂发，它就是为了要造这种造型，所以牺牲掉很多的空间。为了造型对，它为了隐身的造型所以它整个牺牲掉很多的设计的空间。是，就像我们车子来讲，如果说流线型的车子里面空间反而会比较少，对不对？用箱型车来讲的话，空间反而会比较大。是，就同样这种道理。那我觉得美债殖利率一定会跌破5，为什么？接下来
来，美国总统川普现在是不是要伤脑筋了呢？我们先带大家来看到的是，川普要踢铁板了吗？你看到了，川普现在成为重罪犯，可以投票，但是禁止拥枪，需要把 DNA 样本给犯罪资料库。因为呢，川普因为封口费案，去年5月被纽约的陪审团裁定34项罪名全数定罪，承审的法官莫钦裁定无条件释放，但他仍是首位身背重罪记录的总统。那么现在川普他是不是野望受挫了呢？加拿大有没有可能沦为美国第51州？杜鲁道对川普当面回应，除非你拿加州或佛蒙特来换。杜鲁道接受了节目主持人的专访，被问到川普之前是不是跟他讨论过，美国可以兼并加拿大一事。他说去年11月前往海湖庄园去见到了这个川普，两个人确实有谈过这件事情。他说好吧，也许可以拿佛蒙特州或者是加州作为交易，换取加拿大的某些部分吧。但是现在川普野心很大，是不是要夺得格陵兰呢？回击川普的野心，格陵兰的总理说盼从丹麦独立，但是不想当美国人。你可以看到呢，这格陵兰的总理艾格德说，我们不想成为丹麦人，我们也不想成为美国人，我们就是想要当格陵兰人。前总理也说，川普想要接管格陵兰的愿望其实是荒谬的，你不能就这样买下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这样的举动让我想起了谁？俄罗斯总统普京。那么如果川普真的入侵格陵兰的话，丹麦智库说将成为世界最短的战争。丹麦国际研究所高级的研究员就说了，如果川普真的用武力来并吞格陵兰，丹麦根本是毫无招架能力，这将是世界上最短的战争。我们就带你来看到，其实二战投降最快的就是他们。那么开战投降只用了4个小时，当时德国纳粹入侵丹麦，战役只花了4个小时，丹麦就宣告直接投降。那么目前各国争相部署军力，在北极成为新的全球火药库。其实我们带你看到，在北极圈内的这个8个国家当中，美国只有占6%的面积，因此极度想要扩大它的势力。格陵兰还具备监视俄罗斯的隐藏价值，尤其设施，俄罗斯在北极拥有6个军事基地、19个机场，还有16个深水港，总计有500个军事设施，还部署了北方舰队、北极舰队、核潜艇啦、破冰船、防空系统等高科技武器。所以现在美国是不是在出手大陆要釜底抽薪了呢？我们带你看到，美国对俄罗斯石油产业推出新一轮的制裁，规模已经是最新最大。美国财政部公布，针对这经手俄罗斯超过1/4的海运原油出口2家企业，包括了保险商，还有货物相关的贸易商。美国还对于已经证明造成破坏的油轮要做扩大的制裁。那么现在美国财政部的制裁参与北极液化天然气的2号建造与运输的中国公司。那你可以看到呢，这工程计划新建3条 LNG 的液化生产线，每条年产量大概是660万吨。根据美国财政部登记的讯息，美国对于参与诺瓦泰克北极液化天然气2号的计划模组建造跟运输的中国公司实施一个制裁。诺瓦泰克公司拥有这家大概是60%的股份，但现在又有华裔科学家弃美。那么著名的生物统计学者已经回到母校北大来任职了。我们可以看到呢，他就叫做胡义娟，之前已经回到北京大学全职任教。那么呢，他之前在美国的埃默里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生物统计跟生物讯息任教，在美国生活其实超过20余年了。但2018年，川普政府启动了一个中国行动电话，造成一个寒蝉效应，已经笼罩的学术界了。如今川普又在回归，很多在美国生活多年的学者因此决定要回到中国大陆去。中国是不是逼退美国了呢？全球顶尖 AI 论文的作者数，清华仅次于谷歌。通过分析3个顶尖 AI 学会2024录用的这论文发现，你可以看到作者数量最多的前10大机构中有4家是来自中国，分别是第2名的清华大学、第6名的北京大学、浙江大学，还有排名第9名的上海交通大学。好，我们来请教一下帅将军，你怎么看川普呢？川普我很早就讲过了，他竞选的3大支票大概每样都只能够兑现个10%啊！你1200万难民，你顶多赶掉100万就不得了了。对，但他不在乎啊，他政治人物啊，只要能兑现一点，他都认为达成他的目标。但是51州把这个加拿大并过来是有点困难
加拿大是一个多种族、多民族的一个对国家，那而且它跟美国是相互依赖的，所以你要这样搞呢，虽然杜鲁道是不争气了，但其他加拿大还是有人呐、对不对？有政治人物，所以他对加拿大可能要用很多商贸的手段，变成一个什么一国两制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名义来搞。但是格陵兰它很快，因为丹麦毫无抵抗能力。丹麦上次纳粹拿它4个小时，美国拿它2个小时不要了，通知他就好了。因为什么？格陵兰的老百姓，格陵兰这个土地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只有那个北极的这个曼纽什么叫因纽的人可以，就驯鹿圈的这个爱斯基摩人可以在那里生存。但是以前冰封的时代，它没有什么价值。现在气候暖了，这个冻土可以开发了。那这里面的稀有矿产，而且美国的国家安全啊，防范中国或者俄罗斯的飞弹经过这个上空，它可以建立拦截网。那么它在军事战略上也有价值，在经济价值上也有价值，而且它还可以反手影响你俄罗斯跟中国开的这个北洋航线、北极航线。那么这个问题，这边的曼纽因人呢，虽然他是总理讲是不愿意，但是你要给个每个人才几万人吧，一人给个1万美金，想法就不一样了嘛，对不对？我帮你开采，然后分润你多少？因为这边的人跟丹麦并没有什么情感的联系，或者是政治上的联系。大概唯一可以干扰美国去搞格陵兰的只有俄罗斯，因为俄罗斯也有很大的国家战略利益在那里。当初跟你这个乌克兰在打，就是要战略安全嘛，缓冲区。格陵兰何尝不是啊？你美国占领了那个军事基地，往前一步，莫斯科也感觉到威胁啊。何况这个北极航道也有经济利益啊，所以可能会跟中国联手来干预这件事情。我跟你讲哈，一个弱小的国家是没办法抗拒的。我们以前在清朝晚清末年，日本人要东北，结果清政府就通知俄罗斯，苏联就干预，所以日本只能拿到一部分满铁，其他的不能拿。所以这个东西，格陵兰的问题要看俄国出手不出手。俄国不出手，美国花点钱嘛。而且美国在历史上买土地是很经常的事啊。阿拉斯加不是买的吗？对不对？路易斯安那不是吗 ？Texas 不是吗？又强占又花钱买，很多这种手法都是他认为是理所当然啊。那我最后讲这个俄罗斯，因为美国制裁啊，开始发动乌克兰战争的时候，就是消耗俄罗斯。那俄罗斯的财政部长那个女的很厉害，因为我有原油，我有天然气，你制裁不了我。现在美国就发现，我不把你的天然气跟原油彻底制裁光，你还有能力再打。听说最近一个信息说，俄罗斯那个女财政部长说，我要维持经济的手段已经用完了，代表这个事情，美国下这个狠手是有用的。因为俄罗斯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输出嘛，一个农产品，一个能源嘛，油跟天然气嘛。那乌克兰那边不让过，对不对？对。那欧洲被美国夹的不准买，不准，因为它还有别的管道，不准买，宁愿买美国4倍价钱的天然气。那现在再把这些油轮，很多叫幽灵的油轮啊，就不挂国际的。你相关的公司它都制裁，所以俄罗斯会面临到比较更严峻的一波制裁，它的财务会往下降。那我们想问一下张将军，你又是怎么看呢？我认为那个川普啊，要去参选美国总统啊，包含他在上一届的时候，包含这一届，都要美国再次伟大，就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是这样，美国在。那再次伟大，你就是3个再次伟大，你又从哪一个？第一个经济抗可以没有再次伟大，我认为不容易。国债那么高，36兆美元的国债，中央政府总预算，美国的中央政府总每年都赤字大概1.6兆美元的赤字，怎么样？这个是想要去翻转有困难度的。还有美国的贸易赤字，一年将近1兆美元的贸易赤字，想要翻转，所以美国的经济想要去翻转呢，这3个黑天鹅，这3个包袱啊，不容易。那军事，如果军事就要打仗，打仗就会有死伤。
对，代价太高。那第三个比较容易的领土的扩张，所以就从加拿大动脑筋。我认为对加拿大动脑筋，并没美国第51州，这是空包弹。这个空包弹是没有用，它只是放话出来。对巴拿马跟对格陵兰这两个小朋友，那很容易动手。像格陵兰，对格陵兰动手，格陵兰的纬度啊是从60度到85度，它2/3的面积啊，格陵兰是世界上最大岛，面积是总共是100多万，不是216万，相当大，216万平方公里。你看，世界上第一大岛嘛，比马达加斯加达岛还大得多啊，人口才6万，是不是很好，容易解决？这个2/3，它的216万平方公里，2/3在北极圈，所以地广人稀，几乎没人呐，是这个样，而且都在格陵兰岛的西边，人都住在这，因为西边有洋流，温度比较好，没有那么低，是这个样。那认为要美国再次伟大，就是领土的扩张。他只要领土扩张，把这216万平方公里的世界上第一大岛拿到美国，变成美国第51州，那他就成功了。他其他的经济或军事问题，他就根本这个对他来讲不重要。所以他这个美国的川普走的就是扩张主义，因为他看到俄罗斯打乌克兰战争，要把乌东这4州并掉，俄罗斯走扩张主义，那现在好像快要成功，而且付出相当大的代价。那美国要走扩张主义，把格陵兰拿下来，那驾轻就熟，那很简单嘛，阿拉斯加模式嘛。阿拉斯加在19世纪720万美元向俄罗斯买的，才720万。阿拉斯加呢173万平方公里，你算算看多大？台湾才36000平方公里，哇！阿拉斯加173万平方公里，720万美元就买下来了，是不是买比较容易？对，领土整个扩张，阿拉斯加是美国最大州啊。我们按照土地面积，因为严正生教授他就在阿拉斯加教书，教了9年，教了9年的书，在阿拉斯加最清楚，天天看极光，是这样子。还有永昼了，还有永夜跟永昼，因为他在北边嘛，所以是这个样。所以我们来看呢，川普走的是扩张主义路线，美国的资源有限性，要向外开疆辟土，整个世界上195国家整个环球一看。就是格陵兰了，这个看加拿大是空包弹，巴拿马是投石问路在测试，真正的目标战略目标就是世界上第一大岛格陵兰，所以我们看得出来扩张主义。那我们就要知道了，第一还有另外一个大国中国大陆可能也要走扩张主义，因为有美国走扩张主义，俄罗斯走扩张主义，中国大陆可能也会走扩张主义，这是我们要留意的。好，那我们要问一下曾经在阿拉斯加任教的严老师，我们想问一下，你怎么看现在的中国学者是不是大家也是都会有点担心川普在上任之后，所以干脆回中国大陆去？我觉得不仅是川普个人啊，而是川普在过去他第一任到现在，然后整个美国的一个反中情绪啊，那不明就里的很多华人的科学家都会被质疑你的这个叫做忠诚度的问题啊。我在美国，我的同学他本来在还蛮不错的一个高科技的公司做事，结果有一天开会啊，开了一半以后，就忽然问他说：“你有没有这个安全的疑虑啊？就有没有 clearance？” 他说没有，那就出去了，不能讨论了啊。就是所以对于这个很多华人，可能他们已经在美国念完书工作，然后也得了奖，然后也有这种新的发明等等，但始终没有办法被认为说他们的忠诚度是完全没有问题，即使他生根了，生根了因为美国的文化里头，现在在一般的社会里头，民众里头就认为你可能是中国大陆的间谍。那为什么我每天要担忧我会不会被报复，我会不会我的家人我的孩子会不会出了什么问题，那我还不如回去。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川普创造出的一个氛围。我以前常常讲说，美国的政府包括我们讲说那些我们共和党的好朋友议员包括美国政府，很多人对台湾非常友善，可是对不起，我们台湾人到美国不安全了
因为没有人谁去分你是台湾人、大陆的还是日本、韩国，你们他只要看差不多面孔，他是一样判断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以为说，哎，好像到了美国会安全一点，不对。人家根本搞不清楚你哪里来的，你一样是被歧视啊！所以大陆的，我相信这些科学家待久之后就会觉得说，真的是我何必？我虽然我愿意奉献，就是我愿意爱这个国家，但这个国家愿意爱我吗？就有这种怀疑，有这种怀疑，绝对是的啊！那我还是要提一下美国这个扩张主义啊，我觉得川普现在活在19世纪，就活在19世纪的美国。那当他别的东西不好兑现的时候，就像张将军讲了，他可能就用这种扩张主义、爱国主义觉得说我们白人这个昭昭天命，这就是我们的命运，要文明化更多的地方，包括格陵兰，对不对？讲都是还是一些原住民住的地区，他觉得我们可以把文明带进去。对不起啊，你如果带进去开发能源，我想又一块处女地被你毁了我觉得这个是可是川普说，那我就开始质疑他了，他是不是故意纵容这个全球暖化的问题，然后就让这个格陵兰的温度升高之后，退去以后，哇，可以开矿了那如果说今天大家真的是很注意到全球暖化，那没有让温度升得那么快的话，格陵兰搞不好还比较能够保持它原来的风貌，安全比较安全一点。现在一点也不安全了。好，那不过讲到了美国的积极扩张当中，但是中国似乎也在积极的交朋友。我们带你来看到的是呢，中国外长已经连续35年的年初我们知道现在是新年刚开始嘛，都是首访非洲。那么中国的外长王毅就说了，中非携手建设和平安全的现代化。王毅应邀访问的非洲的4国。需要推动落实中非合作论坛，还有北京峰会的成果，深化各领域的务实合作，甚至要推动中非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他说，现今的社会只有全球同球共济，那么才能够合力应对各类的安全挑战。那么现在大陆也将援助非洲45亿，还要帮忙培训7000名军警哦。王毅宣布向非洲提供了台币45亿的无偿军援，帮助非洲国家培训了6000名的军队人才跟1000名的执法人员，那么支持非洲常备军跟快速反应部队的建设。那么现在包括了奈及利亚跟中国的合作，也进行了当地武器生产跟军事训练。奈及利亚希望军事设备的本地生产，这样有助于绕过这些通常国际采购相关的延误跟监管的问题。甚至奈及利亚曾经透露想要买运20，解放军南宁号2023年更曾经罕见的访问奈及利亚，最见得中国跟非洲的交情有多深厚。那么现在呢，你可以看到几内亚湾也成为解放军的提供基地了吗？他们现在有提供这样的基地给他们吗？外界都在好奇，因为毕竟中非的关系现在已经是越来越好了。那么现在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为奈及利亚铁路项目提供了2.55亿美元，建成之后呢，将在奈及利亚北部重要城市卡诺跟首都阿布贾之间提供了直接铁路的连接，为当地居民提供一个安全、高效又便捷的交通方式。那么现在呢，这个提努布总统敦促中国增加货币互换，而且支持非洲发展的目标。他说应该增加两国间20亿美元的这个货币互换，加强两国战略的双边关系。只不过呢，这个外长王毅除了到就非洲去呢访问很多国家之外，还突然访问了马尔地夫。有人就认为了，这南亚是不是要转向了呢？马尔地夫呢，他们现在也会见了王毅，说愿意做中国最亲密的伙伴。我们都知道，其实马尔地夫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很多中国人也是趋之若鹜。王毅转达了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把中马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而且要致力打造一个中马命运共同体。那你可以看到呢，其实在2024年的11月21号，也在摩洛哥，两国的协议要从1月1号生效。总统上任后也第一个访问中国，打破了过去印度的惯例。那你可以看到呢，曾经停留在马尔地夫，
特地经留在这个马尔地夫，有人认为不寻常，因为之前习近平也从南美回国的时候，突然跑去访摩洛哥，所以王毅这次到了非洲去，突然又跑来访问这马尔地夫，有人认为是不是有招手的意味？那么资金短缺的马尔地夫，他们表示不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因为自去年呢，他们获胜以来，那么中国已经承诺提供更多的资金，所以他们现在觉得中国的钱就够了，不需要你 IMF 的资助。那么现在斯里兰卡总统下周也要到大陆去访问了，大陆的外交部就说了，拓展“一带一路”的合作，将于1月14号到17号对于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总统呢将与习近平、李强还有赵乐际3个人会面，中方愿意跟他们拓展“一带一路”，而且还有各领域的务实合作。只不过现在看在印度的眼里，是不是相当吃味呢？你可以看到呢，政府消息人士称，印度将与蒙古签署了一个采矿协议，印度正与这个规划用焦煤跟铜供应路线，更倾向于从俄罗斯的海参崴出发，距离较远的路线，就是不要经过中国来拿到。印度的铁路公司现在的合作也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他们说主要的需求呢是依赖中国嘛，但是现在希望减少从中国进口。专家说，西藏的地震也凸显了世界屋级新建水坝的地震风险。印度的地质专家就说了，在喜马拉雅山建造更大的水坝呢是不可持续的理由，因为是生态问题跟断层线上巨大水库的重量可能会带来一些地震的风险。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帅将军，你怎么看这个中非最近是极力的来做这个合作？首先讲啊，大家都知道美国跟中国在打对抗，对抗真正的对抗的形式是经济作战，军事只是做辅助的，经济作战才是这2个国家最 care 的。那美国在搞北美嘛，那其实非洲早在中国手上了，因为几十年来啊，他已经训练了多少非洲的军官，对，甚至于非洲国家跟彼此互打的时候都可以用一口标准的北京话讲中文，讲中文，因为学的是同学，要不然学长学弟，所以军事化，因为非洲很多国家是独裁的，那独裁里面很多是军事力量掌握的，所以他第一步先掌握这个，第二个就是诱因，就是基础建设或者是经济上的发展，那这个时候就是说适当的释出一些，对不对？那么正好非洲已经经营那么久了，非洲美国很难插进去啊。因为非洲最大的外在势力就是法国，在北非那一点有法语系统的非洲人，跟法国关系比较好一点。对，所以你看，没事，法国那个小小的航母要出来走一走，因为这个殖民地不能丢啊。但是大体来讲，非洲已经在中共的手上。那将来这问题就是说，你要投注多少资金的问题啊？因为它又牵连到吉布港这些东西，它可能要做一个战略性的应用。第二，马尔地夫是属于印度的，但是跟印度关系不好，因为马尔地夫是全世界的一个观光胜地。对，那观光胜地里面游客最多是谁呢？很可能是中国人。就像以前我们在帛琉台湾人很多，到那边大陆人很多。那马尔地夫当然在跟希望中国，第一个我的 income 经济来源是游客，第二个我也希望中国给他有相当的资助。包含训练什么东西？那印度啊，周边没有一个国家跟他有好交情的。那斯里兰卡也是，不丹呢、西京呢，都是被印度压迫的。所以现在亚洲出了一个强人中国。那今天我要得到保护，我跟中国嘛，因为印度也是在扩张嘛。你像很多地方都本来不是印度的，都被他弄过去了嘛。什么不丹啊、尼泊尔啊，很多国家，所以中国现在是四面在跟水银渗透一样，南美洲也要搞个前开港，中东沙乌地啦，还有这个中亚啦，这些国家，它四面为什么经济作战？第一个，中国已经有全世界最好的制造业；第二个就要有市场啊，对，我生产过剩，我要地方卖啊，卖的时候就要有通路了。通路就是海上的运输路，路上的铁路，这就是通路啊。对，还有政治上的通路啊。他现在在努力做这个事情，所以有的人不要一天到晚叫，哎呀，马上就武统台湾。我跟你讲，他真正的核心工作
要把自己内部的经济问题要做好。第二个，请权力向外扩张，透过金砖呢，透过很多方式啊，拓展它的贸易，要不然它生产过剩的东西卖到哪去啊？有技术、有材料、有成品，它当然要拓展外销。拓展外销就是通路嘛，通路、政治通路、交通通路，这个我现在看他最努力的在做这个事情。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带您继续讨论。严老师，你怎么看这中国外长王毅突然跑去马尔地夫呢？哦，我觉得王毅啊，第一个他去非洲访问，刚刚前面讲的连续35年的传统啊，那他自己从这个上任外交部长到现在，刚好也差不多超过10年，中间当然秦刚有几个月，所以他每年访问非洲，这样子就已经访问了30几个国家啊，然后还不包括啊，他期间就是另外的访问非洲的时间，那加起来非洲54个国家，我们的邦交国之外啊，就是53个好了，他已经访问了44个，你就知道王毅访问了多少非洲国家。那大陆的外长就是35年来也访问了51个国家啊，他们没有访问的一个是独立不久的就是南苏丹，还有一个就是无政府状态的索马利亚，跟我们的邦交国嘛，因为这个我们的这个。斯瓦蒂尼是从独立开始就跟我们一直维持邦交，所以他们从来没有。但是其他的，包括跟我们刚断交不久的这些国家，有些他们也都访问过。所以他们在非洲的扎根啊，很多人都认为说，他这个好像有一点点照表操课。每年1月，像我自己已经习惯，每年1月第一件事情就要注意，到底他要去哪些国家啊？这是我研究的对象嘛。但是他们。非洲人就说：“他说你不要以为这个是象征性哦，他说实质上是很有实质性的啊，而且我们也看着它的演变，就是包括说以过去比较，就是说好像是谈一些比较这种中国不干涉内政援助没有什么条件，就做一些援助的工作。但是后来慢慢越来越多，包括“一带一路”。那现在你看奈及利亚，他现在帮你开始训练军人我觉得他的这个整个的参与的层面越来越深。如果你今天看那个王毅今天一去这个纳米比亚，帮他访问他的一个女记者，就跟他用中文，就在大陆学过中文的，就问他，他说：“你中文讲得很好啊，继续努力。”所以你就知道大陆在非洲扎根的状况，我觉得会让美国非常紧张，也无助没办法，因为他们非洲人看你就是说，他说只讲了一个，他说人家是每年排好时间来。固定一定会来，你们呢是忽然发现这个这不是这个叫什么？你的这个时间表上面有空了，忽然就排来了没有把我们放在固定上面。那我觉得未来包括这些南亚的国家，包括我们刚刚讲一样的，都是会有这种大陆有固定的行程以后那他们会觉得我们受到重视，远远超过美国对他们的重视。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带您继续讨论。积极经营非洲就是它的着眼点就是经济战略。因为非洲54个国家、53个国家跟中国大陆是有邦交，它这个目前14亿人口，那这14亿人口目前的它的这个 GDP 只有美金2300块。2300块成长空间就非常大了，那就是要钱可以进去了。